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可能颠覆你认知的话题，一个关于我们自己、关于人性的深层秘密。你可能从小就听过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来自《三字经》，它深植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相信人是天生善良的。我们被教导要真诚、善良，这样才能得到好报。在学校里，老师也总是告诉我们要做好人，要帮助别人，世界就会因为你的善意而变得美好。但是，你有没有在某个深夜，或者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突然闪过一丝疑问：如果人真的天生善良，为何我们的社会需要如此多的法律、道德规范，甚至宗教戒律来约束行为呢？仔细想想，那些宏大的宗教典籍，基督教的10戒、佛教的5戒十善，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社会价值观，比如朋友妻不可欺之类的，他们的存在是不是本身就在告诉我们，人性的纯粹并非如我们所愿？如果人类果真如此本善，这些约束岂非多余？难道他们不是为了弥补某种天性上的缺失，为了纠正那些可能导致混乱的行为而存在的吗？现实是，正是因为人性中存在着复杂的一面，存在着与生俱来的缺陷，我们才需要这些外部力量来维持秩序，培养所谓的高尚人格，来对抗那些可能随时冒头的冲动和欲望。那些一味告诉你人性本善的人，也许是想把现实简化成一个童话。在童话世界里，好坏分明，善恶有报，结局总是皆大欢喜。但在真实的世界里，情况却远没有那么简单。现实是残酷的，充满了激烈的竞争和那种你死我活的人吃人的生存法则。你可能觉得这听起来很夸张，像是小说情节，但当你真正踏入社会，尤其是进入竞争激烈的环境，你就会发现，这种法则并非空穴来风。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真心对待身边的朋友，把他们当成亲人，但却在某个时刻被忘恩负义，甚至被背后捅刀。你可能仗义直言，为了维护所谓的正义而发声，却反被群起而攻之，甚至身陷囹圄。这些经历是不是让你开始怀疑好人有好报的逻辑，开始动摇你内心深处的信念？事实是，如果你仅仅依靠表面的善良在社会上闯荡，没有对人性深层的理解，很可能成为被吃掉的弱者，成为别人向上爬的垫脚石。记住，在现实的丛林法则中，力量和认知才是硬道理。老鼠没有资格去原谅猫的捕杀，因为它们的力量对比决定了谁有资格施予和谁只能接受。只有猫才有权利决定是否放过老鼠，这就是生存的真相。所以，我们需要大胆地承认，人性的深处确实存在着趋利避害、自私自利的一面。这并非要你变得邪恶，去伤害他人，而是要你清醒地认识到这个事实，从而更好地保护自己，并在必要时运用智慧。人性的恶，如果你愿意这样称呼它，实际上源于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各种情欲，对利益的渴望，对厌恶的排斥，以及对声色犬马的欲望等等。这些情欲的驱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当个人欲望无法满足时，愤怒、嫉妒和争斗就随之而来。让我举几个例子来帮你更好地理解。想象一位木匠，他辛勤劳作制作棺材。从他的职业角度出发，他自然会希望有人需要棺材，这样他的手艺和产品才能有销路。这并不是说他憎恨生命，希望悲剧发生，而是他的生计和利益就在于有人购买棺材。这是一种基于职业本能的利益考量。再比如，一位弓弦制作匠人，他手艺精湛，制作出了最好的弓弦。他可能会在心底里希望那些使用他的弓弦的顶级弓箭手在比赛中偶尔失误，这样他才能独占最佳弓弦的荣誉，厌恶他人胜过自己。这些看似残酷的例子，其实都揭示了人性的恶往往来源于实际利益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在人类社会中是无处不在，也几乎无法避免的。人类社会是一部永不停歇的竞争史，从古至今，无论是团体与团体之间，
还是个人与个人之间，都充满了激烈的对抗。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在自然界早已是普遍规律，而人类社会也从未脱离这个铁律。竞争永远不可能从人类的字典中消灭，它只是换了更文明、更隐蔽的形式存在。那么，人类之间这些无休止的争斗，根源到底是什么？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争夺稀缺的资源。资源这个词的范围非常广泛，远不止我们通常理解的物质财富。它可以是维系生存的阳光、水、土壤，可以是居住空间，可以是动植物、食物、男女，也可以是现代社会的豪宅、名车、名牌包包。在更高层次上，资源则表现为金钱，它是经济资本，是现代社会运转的血液，它能买到你想要的一切物质享受。名望，它是文化资本，是人们对你的认可、尊重和崇拜，它能带来无形的社会影响力。权力，它是组织资本，是你对他人行为的控制力、决策权以及对群体资源的调配权。当你掌握了这3种资本，你就拥有了强大的资源，能够在社会中活得相对自由、进退自如，不再受制于人。然而，资源的本性就是稀缺的。有限的资源与人类无限的占有欲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正因为这种稀缺性，为了争夺稀缺资源而展开的斗争就屡见不鲜了。远的不说，看看历史上的那些重大事件，哪一次不是为了争夺资源和利益而爆发的？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为了争夺稀缺资源而展开的斗争更是随处可见。商场上的尔虞我诈，学术界的排斥异己，办公室里的勾心斗角，甚至朋友间的微妙竞争，这些都源于资源的稀缺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社会环境中，权力占据着核心地位。比如，在某些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架构里，社会顶层掌握着对资源的绝对支配权，并逐层向下延伸。在这种环境下，政治权力本身虽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却能决定物质财富如何分配。因此，追求政治权力往往成为获取经济利益最快捷、最有效的途径。掌握了权力，就意味着你可以调动更多的资源，获取更多的财富和名望，甚至可以影响他人的命运。你可能认为道德是评判善恶的标准，是社会和谐的基石。我们被教导要遵守道德，做一个高尚的人。但请你重新思考一下，道德在社会运行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真的仅仅是纯粹的约束吗？在古代，统治者选拔官员时，常常宣扬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里的才容易理解，就是能力，看得见摸得着。但德呢？他所指的究竟是官员对统治者的忠诚，还是对普通民众的仁爱？如果两者兼顾，当统治者与民众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中间的官员又该何去何从？当官员的选拔权掌握在统治者手中时，这里的德就毫无疑问是指忠诚了，而不是所谓的仁爱。面对道德二字，不同立场的人看到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最高权力者看重的是忠诚和秩序，而普通民众则期盼仁爱和公平。所以，那些看似道德高尚的行为，背后可能隐藏着更深层的名与利。名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资源，在信息时代，塑造道德模范，更是宣传社会价值观、凝聚人心的重要手段。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当社会信仰缺失时，人们会变得迷茫，渴望精神领袖的指引。这解释了为何会出现一些群体性事件以及狂热的追星现象，
因为人们太容易被名所引导和蛊惑，渴望找到精神上的寄托。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追逐利益本应是社会的共识，也应该在道德文化层面得到肯定。法律的初衷是维护各方利益，那么作为法律补充的道德也应延续这个标准，以求达到社会的平衡和稳定。然而当道德不再以分配利益为目的，反而超出了常规利益范畴，本身成为一种特殊利益时，问题就出现了。道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像一种精神鸦片。当你为了道德而道德，将利益让给别人，虽然物质上可能有所损失，但在精神上你却成为了给予者，占据了情感和精神上的主动地位。这种道德施舍能满足人的精神渴望，让人产生我是世界中心的错觉。这种被需要和被肯定的感觉最容易产生存在感和主人翁意识，特别是对弱者而言，它能带来一种虚幻的满足感。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物质是精神的底层建筑，没有利益作为根基，上层道德根本无法充实和持久。当这种精神错觉在与现实社会的对抗中逐渐清醒时，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就会报复性的增长，形成强烈的反弹。当社会道德与利益不再统一，而是两极对立，水火不容时，整个社会就会陷入纠结和精神分裂。此时社会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公信力日益弱化，社会群体之间也越发冷漠和缺乏信任，甚至可能走向一种以经济控制和武力维护稳定为常态的统治模式，那将是一个令人窒息的社会。通过基础教育和文化管制，都是高层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古代通过科举制度向文人灌输儒家思想，今天的教育和媒体监管也是同样的道理。他们塑造你的思想，引导你的行为，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一套既定的价值观。当你开始看穿这一切时，可能会觉得社会很黑暗，人生都没有意义了。但正是这种清醒，才是一切改变的开始。在现实社会中，充满了误导、干扰、引诱和幻觉。你所看到的世界，可能只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那一面。不同层次的人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就像一台电视机，普通人可能只沉溺于屏幕上精彩的节目，而那些工程师则会去研究机身内部的零件和电路。前者可能成为普通上班族，后者却可能成为机械师或建筑师。你看到什么，决定了你思考什么，也决定了你成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黑箱，你无法完全看透别人的内心，就像你无法打开一个黑箱，直接看到里面的构造。然而，精通竞争的人都知道，为了赢得胜利，人们常常会跨越道德和信誉的边界。当别人夸奖你时，可能并非真心赞美，也可能是阿谀奉承，甚至是故意捧杀，让你飘飘然，然后跌入陷阱。当别人批评你时，可能也并非真是反对，而是爱护，甚至是用来反衬自己，抬高自己的地位。那些在名利场上游刃有余的狠角色们，他们的言行常常表里不一。他们明明想向左，却偏偏先往右；明明想前进，却偏偏先撤退。这种声东击西的策略，是为了吸引对手的注意力，将对手的思绪从其真实意图的方向调开后，他们才会沿着原定方向行进。这些人能够熟练运用欺骗术来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这种欺骗术常常令人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可以说，人性的黑箱比其他任何事物的黑箱都要复杂和难以掌握。黑箱理论认为，有些事物的内部无法了解，如同一个不透明的盒子。但这个理论更侧重如何掌握和驾驭黑箱的功能。它告诉我们，通过反复观察黑箱与周围环境的互动，我们可以推测其内部的真正结构。这一点对我们理解人际关系非常有借鉴意义。虽然我们无法直接看透一个人的思想，
但可以通过他的外部言行和与环境的互动来推测其内心活动，从而预判其下一步的行动。例如，在医学上，人体的一些器官的细微机能，可能至今仍无法通过手术解剖来完全了解，但中医却能将人体看作一个整体系统，通过观察表象，如脉搏、舌苔、气色等，来推测五脏六腑的运行状况，从而进行诊断和治疗。这正是黑箱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它告诉我们，即使无法完全了解内部，也能通过外部表现来把握其规律。回到竞争中，现实生活中的竞争是残酷的，一旦失败，轻则被淘汰出局，丧失机会，重则可能家破人亡，身败名裂。所以，竞争后果的不可预测性以及失败后悲惨的下场，对每一个参与者都具有严重的震慑作用。对于那些高高在上的博弈高手来说，他们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得罪的人也更多，因此生存环境更加险恶，他们会更加谨小慎微，如履薄冰，比普通人顾虑更多，计较更多，因为他们输不起。你有没有思考过，我们是如何做出每一个决策的？无论是买车、选择职业，还是处理人际关系，每一个行动背后都有一套复杂的决策流程。这个过程可以简单概括为：信息输入、信息加工、产生判断、做出决策、落实行动。认识及信息输入，这是决策的第一步，如果没有足够准确的信息，就无法做出任何判断。想象一下，如果你对市场一无所知，你如何能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思考及信息加工。获得信息后，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分析和整合，排除干扰，找出核心规律。这就像剥洋葱，层层剥开，才能看到最核心的部分。判断、思考的成果是决策的基础。一个清晰准确的判断是成功决策的先决条件。决策基于判断，决定采取何种行动，这是将思考转化为实践的临界点。行动将决策付诸实践，最终的结果检验了整个决策过程的有效性。然而，现实世界充满了变数，信息输入往往是复杂的，充满了噪音和陷阱。在任何组织内部，信息从基层传递到高层，都需要经过层层汇报。每一级汇报者都可能因为自己的立场、利益或主观偏见，在汇报中加入自己的色彩，甚至故意隐瞒或夸大。这导致信息在传递过程中被扭曲，失去了原始的真实性。当最高层根据这些偏差信息做出决策时，资源分配也必然是不合理的。这就是为什么皇帝是冤大头的说法不无道理。因为每一次授权，每一次代理过程，都可能削弱最高领导的控制力。代理人可能会利用权衡空间，即在不明确的规则中自由发挥的空间来谋取私利，甚至出现合法伤害权的情况，用手中的权力去损害他人的利益，为自己谋利。这种私利行为最终会侵蚀整个组织，导致政令不畅，效率低下。所以，权谋的智慧在于，不仅要正确把握自己和对手的情况，并设定相应的计谋，更要学会误导对手，使其获得无效的、虚假的、经过刻意加工和掩饰的信息。通过控制对手的信息输入，引导其进行错误的思考，产生错误的判断，最终导致对手的错误行动。这种一正一反的智慧结合运用，就是权谋产生的核心过程。读懂社会潜规则，并非要你变得阴险狡诈，去伤害无辜的人。它更重要的是让你拥有清醒的认知和强大的自我保护能力。它让你能够看透复杂的人际关系，理解权力运作的本质，并在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当你真正理解并运用这些潜规则，你就能在人生的棋局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不再被动挨打。你将能够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最终真正实现你的上位。关注我，我是才知道，
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